大家好，我是 Tiny，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化妆品液体的小案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它是来自于Instagram 上这位来自韩国的博主分享的一个商业项目当中的一个镜头，然后我自己复刻了一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难点就是这个液体的制作，就是这个化妆品从上面落下来了之后，有一个液体往上面飞溅的一个过程。我们从这个效果来看，这个液体的话更偏向于那种粘性的流体，比较粘稠。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制作。首先的话，我是使用了这个 Plasticity 塑料城这个软件，制作了一个差不多的一个模型。这个软件对于制作这种硬表面的建模的这个模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的。目前为止的话，它的上手难度以及它的一个易用性，我认为是超过我接触到的所有的一些 DCC 软件。大家有兴趣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我们建好模型之后，我们把它导入进来，然后我们注意在使用这种小型流体模拟的时候，我们尽量要让这个尺寸控制在1到3米之间。所以我们将这个化妆品进行缩小，你看，注意它的尺寸，高度就是 2.6 米。由于这个化妆品在最终的一个模拟过程中，它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参与了一点点，就是你看它做了一个碰撞体，所以我们需要在使用流体模拟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在 SOAP 层下有一个基础的一个设置，就是使用到的是这个节点 Clearance Source， 它会输出2个端口，一个端口呢就是这个物体本身，另外一个端口就是输出一个 VDB。 这个 VDB 可以在这儿调整一下它的一个 voxel size， 这个 voxel size 值越低精度越高，然后这个 VDB 会作为液体模拟的一个碰撞体。然后这边的一些处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最后渲染的时候，中间有一个logo 嘛，所以我其他的位置的话都是一些基础材质，没有用到任何的纹理结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对中间的这个块做了一个UV 的处理，就是把中间这个分离出来之后，然后我们也只取中间这一块，给了一个 UV。 然后使用到这个节点，这个节点就是可以快速的将自己的一些 logo 贴到那个物体的表面。这个资产它是来自于Patreon 上 CG Side 这位博主的分享，它是需要付费购买的一个资产。当然了，作为那个 logo 的贴取当然如果你是想要对物体上 logo， 有其他的更多的办法。这里的话我就使用到的是这个资产。往下走，然后这个中间的部分就是2个螺旋线，然后做了一个 sweep 扫描，就得到了一个最终的一个模型。其他的就是底部的有一个类似于泳池的一个容器，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容器，
把上面的面给它取消掉，然后使用 Poly Extrude 挤出，给了一个倒角。同样的也是使用 Clearance Source， 这个因为是作为一个碰撞体作为底面的。中间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中间的这一部分我们作为一个发射源，中间是作为一个发射源，使用到的是 Flip Source， 这个我们等会儿讲。然后这个地方 Flip Source 的话，它会生成的是两个部分吧，可以说一个是一个 VDB， 另外一个就是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是点，这个是 voxels，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 blast 将它里面的点分离出来，我们可以观察到生成的点。这个地方是125万，这个点数呢是由这两个数据控制的。一般呢，我们就是调整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是跟点的数量成反比。Particles separation 越小的话，这个点越密集。流体模拟的话是比较费时间的，可以说是在我的使用工作的过程当中的话是使用的最频繁，但是也是最费时的一个特效。我们使用这个之后呢，得到这个发射源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些处理，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的模拟实际上它不是从第一帧就开始了，我们实际上是这个化妆品已经静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进行了模拟。这个过程的话，只是后期的一个 K 帧过程，所以我们初始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个化妆品是位于这个容器沉液体容器的底部，所以中间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流体给它剔除掉，对吧？所以使用到的是前面我经常用到的一个节点 delete by group， 将这个生成的这个 VDB， 我们选择这个 volume， 把中间的这个点剔除掉。我们可以在这地方看一下，看中间这个点就被剔除掉了，对吧？然后它有一个在模拟的过程中，你看它有不同的这些液体柱往上喷涌，所以我们的做法，我们可以想象到，需要给这些位置的液体一个初始的速度，这样它就会有一个向上喷涌的一个过程，对吧？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把底面取出来，然后撒点，同样的是吧？我们把中间的这个化妆品把它剔除掉。这个剔除的话，你看这是化妆品，对不对？我们剔除的话是使用一个 bounding box， 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化妆品的这个范围扩大，然后我们把这个发射速度的点剔除掉。那么化妆品附近它就不会有喷涌，化妆品的中间吧，本身物体中间就不会有一个向上喷涌的速度。然后我们对这个点给予速度，使用 point velocity， 给了一个8.5的一个 Y 轴的一个向上速度，然后给了一点随机的一个噪波，我们看一下，对吧？我们把这个背景调成黑色，对不对？它就有一个方向的随机，然后同时我们使用到这个attribute 的 just vector， 我们对速度再做一个随机。这个地方随机了它的一个速度大小，然后因为这边是将球体复制到这个点上嘛，所以我们同样的给了一个方向的随机，大小的随机。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左边的球呢就是圆柱一个球体，给了一个 mountain，
mountain， 然后在中间撒点。还是我们前面讲到上一节课意大利面讲到的，我们不要让中间有遗漏的点，就是我们把速度传递的时候，我们不要只让这个球体四周有点，我们需要让这个球充满了点，我们速度传递过来的话，就不会中间是一个镂空的。所以我们再把它复制到这个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点它都有速度，对吧？然后这个地方的处理就是让每一个球体都位于它的世界的一个Y 轴的坐标0的位置最底面，通过一个 for each， 是吧？因为这 class 是这个地方已经给予了一个 class 主席。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最后我们在不断的模拟过程中去调整的。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最模拟的液体，然后这是要传输过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让这个本来是在底部，然后往上，所以它这个速度尽量只传递在这个液体的表层这个位置。它就是 SOAP 层级下的一个基础设置。然后我们进入模拟的话都是使用这个 .NET。进入进去之后，液体模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就是你必须要有的东西，就是这个 flip source、flip object 跟 flip solver， 然后你可以这样直接连过来，因为它这个是模拟的一个现实世界的过程，所以它有一个向下的重力嘛，给予一个重力。然后右边的话，那左边的话使用到的就是一个碰撞体。注意它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方式啊，这个 merge 碰撞体一定是在左边。你默认的话，因为它是使用这个 left inputs affect right inputs， 也就是左边影响右边。你如果在不修改这个模式的情况下，你将二者替换方向，它就出问题了。除非你把这个地方改成 mutual 相互影响。所以在使用左边碰撞体进行模拟的时候，你一定要保证它在左边，默认这个方向，默认这种模式，就这样模拟就没有任何问题。这个点也是有时候会遗漏到的一个点。然后 flip solver 的话，我们先看这个发射源。这我们发射源的引入，这个地方使用到的是 volume source。你看，我们把这个禁掉，把这个禁掉之后，它就没有这个流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使用 flip source，volume source。这个 volume source 为什么是 volume source 呢？我们从这个字面意思理解，就是 volume 就是这种烟雾的源。我们叫什么流体模拟啊，烟雾模拟，实际上都是用的这种 volume source， 是因为我们这个发射源使用到的是 flip source， 记得吗？我前面讲了，它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有一个 VDB， 一个是有一个点，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使用 volume 引入进来，对吧？然后你在这个地方选择这个source flip， 选择一下，这底下的东西都会出来，你就不用手动去勾选。发射源的话，我们因为只有第一帧有这个点，所以我们注意这个 $F， 也就是意思就是说它只在第一帧的时候生效，你看后面都是0，也就是它只发射了第一帧，对吧？这就是发射源啊，连接到的是这个，注意它这个地方写的是 source 是吧？源，所以我们连接第4个端口。然后这个 flip object 呢，就是相当于模拟的一个容器，就是你模拟完之后的东西是存储在这个地方的。然后这个地方的设置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默认的话 flip object， 我们默认连接过来的话，
它可能会有这个东西。我们一般的话，如果你发射源是在使用 volume source 自定义，或者是使用 pop， 就是点的源吧 ，pop force 这种，你要把这个东西删除掉，是吧？然后注意嘛，这个地方也有一个 particle separation， 这个东西就是跟我们发射源的这个位置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让它们二者形成关联，我们引入进来，所以我们点到这个地方，你看我们这个是吧原始的设置，然后这个的理解呢，其实这个地方修改的话，就是可以说就是让这个流体的细节多一点，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也没改，这个地方我稍微修改了一下，其实影响不大。然后这个地方不是记得我们前面讲，这个地方不是还有一个 voxel size 吗？这个 voxel size 实际上就是 particle separation 跟这个 grid scale 是什么东西呢？也就是这两个值，这个值乘以这个值，就是我们最终的设置是这个值乘以这个值嘛，得到的是 0.015， 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0.015 嘛？我们再这样看，好，这个地方默认的话，我们要把这个勾上。这方默认的话，它的一个显示是这个样子的，是这种带半径的一个球体，你看，所以我们基本上一进来默认要修改一下这个 particles， 它就会变成点，看到没？这样的话，你的视图观察速度也会变快。然后我们还改了什么呢？改了一下这个 viscosity， 这 viscosity 就是粘稠度，因为我们最终的模拟液体是比较粘稠，像这种蜂蜜啊这种东西一样，不是那种水的流体，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节点上就改了这几个东西。然后就是这个 flip solver。flip solver 的话，流体的模拟实际上是非常吃经验的，所以我们在flip solver 的这个调整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地方，默认的话，它是这样一个数值。然后我们在最终的模拟，我们调整了这3个数据。我们对于这种小型流体，就是比较中景啊、特写的这种模拟，我们这个值是一定会改的。为什么？你只有把这个时间的尺度降低，那么它的模拟的这个时长就会变长嘛。模拟的时长变长，它模拟的精度会自然提高，这是一个基本经验。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你甚至不用修改这个 substeps， 这2个值你可以保持默认，你仅仅只需要修改这个值，让它足够的小，也不一定是小，反正但是一定要降低，降到合适的一个数据，你再去模拟，可能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而不需要去增加这2个子步针。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是给到的一个 0.2， 也就是降了5倍，同时稍稍提高了一下它的子步针。中景特写流体这个地方是基本上是要调整的，但是呢，对于我们说的大型场景，比如说瀑布呀、河流啊这种中远景的，通常这个地方是不改的，就是在我模拟的过程中，我一次都没有改过，但在某些课程当中，它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稍稍提高一点它的子步针，但是这地方是不用改的。我们再往下走，这个的话，这个 particle motion 的话是改了几个地方。第一个是将这个值勾选，就是每个点它有一个自己的 ID，
有了这个数据呢，它很方便做后期调整。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场景的话，实际上它的 ID 数跟 PT number 的数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可以不勾选，但是默认你最好都勾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做流体模拟的时候，有些时候它不是需要生成那个这个地方默认是勾选嘛 ，reset particle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模拟的时候，它会自动在生成点把一些缺失的一些面给它补全。那么这个点的数量，也就是 PT number， 它会变，多生成的点，这个 ID 数就往上增。往上增没关系，因为它会保证每个点有一个独有的 ID。那么我们在后期的时候，你删除，你比如说这个某些这个流体的点不是你想要的，它在这个位置，你就可以使用后期的方式将它删除掉，而不影响其他的这个流体的点，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我是没有勾选，也就是说我们从头到尾，我们这个流体的数量是一致的。但是呢，我刚刚讲嘛，这个地方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勾选，因为你的点数没有变化。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勾选呢？就是我们将这个流体的模拟框，注意这个紫色的这个框，我在这个位置，你选中它之后选回车，你可以将这个流体框给它缩小。缩小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是这个流体也是基于场嘛 volume 去模拟，所以我们在模拟的时候，它默认的，我们看一下啊，它默认的这个数据，你看我们看这个地方，是有50米乘以50米乘以50米，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讲嘛，我们刚刚那个化妆品才多高，3米左右，对不对？我们需要把这个流体，你看这个50乘以50乘以50变成6乘以4乘以7，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模拟框缩小，那么它可以节省我们的渲染时长，也就节省资源，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我们如果在这个50乘以50，你看，我们对比一下，这50乘以50，你看这有多大？这红色的有这么大，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只有这么个范围，所以我们需要缩小。那么缩小它就遇到一个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流体模拟的时候，它不是往上喷涌吗？往上喷涌它不是出去了吗？碰到这流体框，我们使用的方式是什么？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勾选这个 close boundary， 没有勾选意味着什么意思？就是模拟的流体超过这个边界框，它会被杀死。如果你勾选了，那么它自动会在这个边界框形成一个碰撞框体，也就是说这个点无论你怎么模拟，碰到了这个框，它会返回来，也就是说这个点数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ID 跟这个 PT number 永远是一致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这个场景，我们不需要这种碰撞的效果，对不对？就是我们不需要这种碰撞的效果，对不对？那么它就有可能这个流体在模拟的过程中，它会超出这个碰撞体的范围，可能出去。那一旦出去，是吧？超过这个框体，这个 PT 这个 points 的这个数量就发生变化，那么 PT number 是不是发生变化了？ PT number 一发生变化，那么你在后期做处理，删除你不想要的点的话，那它就不准确。你比如说在这一帧的时候，你把这一块的流体删掉，但是在下一帧的时候，因为 PT number 变了，那么下一帧这里面的这一块可能就缺失了，它不能够对上。那么这时候 ID 数就很重要了。ID 数同样的它会让这个独有的 ID， 你想后期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的建议是你一定要勾上，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流体模拟你是一定要勾上的。然后这个地方我刚刚讲过了，它默认会勾选嘛？它勾选的话，就是像某些情况它会生成特别多的点，你生成多的点，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的模拟，比如说现在这个场景，你点数增多，增加了那个模拟的时间，后期生成 mesh 的时间，
效果还不一定理想，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不需要勾选的。像比如说有些情况，像那个室内的海浪，我之前做过的，这个我也不会勾选，因为它就是在框里面不停的碰撞来回，碰撞来回，我并不需要让它生成多余的点。但是有些情况是需要的，你比如说那种特写，是吧？这个流体一炸开，是吧？它形成比较漂亮的一个表面张力的过程。你如果勾选这个的话，它有一些那个流体与流体的连续性中间会有一些孔洞，它会自动给你补全，这个时候就很有作用，对吧？这个也是根据情况来的。然后这个选项呢，就是说，让你的流体更平均。怎么表达呢？就是，流体它如果在模拟过程中有孔洞啊什么的，它会让流体显得更加的平滑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吧。这个情况，这个场景其实这个也可以不勾选的。然后这个暂时没用到，然后这个地方其实也没用到。这个 vorticity 就是它的涡度。涡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流体的运动比较剧烈的一些部分，它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涡度值，也运动比较激烈，不一定是速度快啊，比如说它那种旋转呀什么的都可以。它这个 vorticity 实际上是一个 float 浮点属性，它这个对后期做后期的颜色呀或者生成白水啊这些会用到啊。这个场景其实好像也是没怎么用到。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地方刚讲的嘛，是它的一个渲染那个解算框的一个大小。我们通常是在这个地方按回车选中它之后，这样去手动调整就可以了。就是说你没必要这样在这个地方去修改，很愚蠢啊，在这个地方。然后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 viscosity， 记得吗？我们在这个 flip object 的地方提高了一下它的 viscosity， 它默认是0嘛，对吧？但是我们说了，这个流体比较像蜂蜜这样的粘稠物体，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修改它的一个数值之后，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也要勾选，否则的话，你不勾选这个选项，这个粘稠的这个值是不起作用的。然后这是一个表面张力，这个表面张力就是，这个也是做那种中小型流体啊，做特写的时候才会用到的，它会让水有一个汇聚的一个过程。这个值越高，这个流体就越汇聚，是吧？这个值，这个值怎么说呢？这个值的话就是，它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叫什么，一定是多少？比如它默认是20嘛，默认是10嘛。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就是我们说 particle separation， 也就是我们这个流体的点数越多，那么这个 surface tension 表面张力会越高。我们这个场景的话，只有100多个点，不是100多万个点，在流体模拟里面，这个算是比较少的点，所以我们去调整，我们把它降低。这个数值的大小，其实最终还是要不停的去测试，这就是流体模拟非常麻烦的一个点，就是它非常的耗费我们的一个测试时间。像这个场景的话，其实我来回模拟将近可能做了5-6个小时吧，为了达到一个最后的效果。然后这个其他的这个默认就是其他的都没有动了。然后我们重力的话是吧，就是给一个默认的重力左边的流体，左边的一个碰撞体的话，看一下这个碰撞体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泳池的一个类似泳池的一个东西，是吧？
注意左边是模型，右边是 VDB， 所以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的话，输入的是它的一个模型，是吧？右边的话输入的是VDB 代理，看到没？然后这个 division size 的话是与这个地方的 division size 保持一致， 0.01。所以这个地方要改成 volume sample， 因为我们使用 volume sample 做一个碰撞体嘛，然后这两个数据要改一下。同样的，像这个 display geometry， 你默认勾选的话，你能看到这个碰撞体，是吧？这个都不影响模拟。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我取消勾选，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化妆品，同样的也是使用，是吧？这个地方的话，我玩了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在使用，我们虽然也是跟左边一样啊，使用了一个 VDB，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使用到的是一个表面的一个碰撞方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笼统理解为一个圆柱体嘛，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对不对？所以我们使用圆柱体模拟 cylinder， 对吧？那么它会降低我们的模拟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也跟左边一样，就是这边不修改，同样的使用 VDB， 就是这个地方修改为默认，你看，但是这样会模拟时间会增加，但是它是偏一个圆柱体嘛，所以我们就是使用了一个圆柱体的一个碰撞方式，不过这个准确性会差一点，所以根据情况来。然后就是我们说的，我们需要把刚刚设置好的这些球体上的速度，我们要传递到这个流体发射源上面来，所以我们使用一个前面一直用到的 subsolver， 是吧？将它的一个 V 传递过来 ，V 将这个球这个点上的，你看这个点上的传递到这个流体上来，然后调整一下这两个传递的阈值。然后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什么 switch 呢？就是我们只在我们第一帧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在第一帧跟第二帧的时候，看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只在第一帧、第二帧。我们将两帧的速度只传递了两帧的速度，就是让这个发射源初始只有两帧带这个速度，后面的都保持原样，就不要让这个速度一直的传递，否则的话，这个发射源的这个流体这个位置就一直会有一个向上的速度嘛，所以我们只传递了两帧，注意，也就是说在第一帧跟第二帧的时候，它是右边这根线。第三帧的时候来到左边这根线，对吧？它有一个判断，是吧？当前帧数小于3帧的时候，它是返回1。返回1是什么意思呢？返回1就是右边这根线，否则就是0，0就是左边这根线，对吧？所以我们在前两帧的传递这个速度。这就是一个基本模拟。那么我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操作呢？那我为什么不在初始就是我之前设置的，我为什么不在初始这个位置，我就把这个速度传递过来呢？对吧？记得吗？你看我这边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选项，但是我把它禁用了。这样传递过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是吧？它是有这个速度的，这个点上，对吧？但是我们为什么没这么做呢？当我使用这种方法，在发射初始的时候就传递速度，我们在 volume solver 中讲到了，它只有在第一帧带这样的属性，那么我们在模拟的过程中，它也会只在第一帧带这个属性。也就是说，我们在
SOP 层级下传递了这个微速度，那么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也只会在第一帧有这个微速度，对不对？那我们就不用刚刚那个操作了，对吧？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第一帧传输这个速度，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只看第一帧，看到没？你初始带这个速度，但是它第一帧的时候，这个流体模拟它就已经带这个速度了。把这个点放小，你看我们传输的点第一帧它就有一个向上的这样一个把流体就往上带了，对不对？那这样不是我们要的结果吗？所以我使用的操作是在里面把这个速度传递，而不是在第一帧就它带了这个 v， 是吧？所以你看，你如果使用这种方式的话，是吧？它第一帧就没有速度，是吧？我们的速度是后面带进来的。这个效果的话，确实你需要不断的去尝试啊，就是你得到一个理想的效果，你要调整的数值就是我们说一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点数，我们点数多少比较合适呢？对吧？点数多少比较合适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张力多少是吧？以及这个地方忘记讲了，就是做小型流体模拟的时候，这个 AP 我们通常使用的是这个模拟方式这个速度传递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就是模拟起来会稍微快一点。如果是大型的水体，我们会使用默认的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viscosity 多少合适，以及这个子步针多少会更快，是吧？更节省时间。哎呀，这个显示老是出问题啊，对吧？好，然后我们得到了这个流体之后，我们需要做了一个变速的处理，因为我们最后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这个流体的一个运动，所以我们在前期也是做后期使用retime 这个方式，前面加速，你看前面加速，然后在后面再恢复到一个正常速度。这个地方没有勾选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主要是点数没有变化，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其实就没有勾选。然后得到了这个变化后的一个流体点之后，我们使用到这样一个惯常的一个转 mesh 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没有使用到 PF， 我们没有使用到这个的话会慢一点小型流体的话还是我讲的，就是小型流体的话，你这样的话就会更快。大型流体的话，你就使用这个 particle fluid surface， 使用是吧 ？particle with different particles， 然后我们把这个数值降低，默认我们的 particle separation 是多少来着？0.01，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降它的1/2降到就是0.05或者0.04，这样它的细节会更多。然后 VDB smooth 一下，然后转变成mesh， 同时我们把这个速度传递过来，这个速度我们会在后期做那个运动模糊的时候会用到。让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要对应到那个化妆品的一个 K 针，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负10针，向后面挪了10针，然后对应，然后我们把这个化妆品跟中间的这个部分拿过来，然后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 K 针，是吧？我们转变了一下角度，是吧？我们为了渲染嘛，我们转变了一下角度，然后做了一个 K 针。就是我们对于这种想快速达到结果的，我们不一定要都程序化，因为这个地方因为不影响模拟嘛，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地方做 K 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 K 完针之后，我们把渲染的部分都隔离出来，因为这几个是一个材质，这几个中间的玻璃以及这个中间的这个化妆品的膏体3个部分我们拿出来，然后流体是吧也拿出来，我们在外面做渲染。然后这个摄影机的话有一个位移的效果，我们看一下，你看它是缓慢的往后面位移，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 K 针，是吧 ？K 针，好，这就是一个模拟的一个过程。灯光的话，我们看一下一个环境光流体模拟的话，这个环境光也很重要。黑的部分注意我们前面那个玻璃那个球体与毛发的交互的那个课已经讲到了，就是黑的部分不能太多。另外一个就是左边的一个光源，背后因为它是流体嘛，给了一个光源，以及它的一个右边给了一个光源。我们看一下渲染。流体的话其实就是3S， 对吧？调整一下它的 scale。玻璃就是吧？玻璃就不用说了嘛，玻璃就中间这一部分，然后使用到的是我们那个贴图与 logo 做了一个混合，这是玻璃，这是 logo， 混合，是吧？这个白色的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塑料材质，就比较简单了。好，这就是本期的课程，谢谢。